乐姐姐的阅读时间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在一个宁静的日本小村庄里，有一对年迈的夫妇。他们住在一间茅草屋里，屋子周围种满了美丽的花草树木。老爷爷每天在庭院里砍柴，而老奶奶则喜欢到小溪边洗衣服。每天，鸟儿在树上唱歌，生活简单而幸福。有一天，老奶奶在小溪边洗衣服，突然看到一颗巨大的桃子顺着溪水飘了过来。她惊讶地看着这颗大桃子，桃子的颜色鲜艳，看起来非常诱人。老奶奶高兴地把大桃子捞了起来，心想老爷爷看到一定会很高兴。老奶奶把大桃子捞上岸，小心翼翼地抱回家中。她兴奋地叫住正在砍柴的老爷爷，快来看这颗大桃子。老爷爷放下斧头，走过来看到这颗巨大的桃子，也非常惊讶和高兴。他们决定把桃子切开一起享用。老爷爷和老奶奶把大桃子搬到厨房，用刀小心地切开。正当他们准备切开桃子时，突然桃子里传出了一阵婴儿的哭声。老爷爷和老奶奶被吓了一跳，急忙查看桃子里面。他们发现里面竟然有一个可爱的小婴儿。桃子中竟然出现了一个可爱的男婴，他笑得非常甜，两只小手挥舞着，似乎在跟他们打招呼。老爷爷和老奶奶看着这个男婴，既惊讶又高兴。老奶奶轻轻抱起男婴，心里充满了喜悦和母爱。老奶奶决定给这个小男婴起名叫桃太郎，因为他是从桃子里出来的。老爷爷点头同意，两人从此把桃太郎当作自己的亲生孩子来抚养。桃太郎在老爷爷和老奶奶的呵护下渐渐长大。桃太郎长得非常健康活泼，村里的孩子们都喜欢和他一起玩耍。他不仅聪明，还非常有力气。桃太郎经常帮助老爷爷砍柴，帮老奶奶挑水，是个懂事的好孩子。村民们也都很喜欢他。一天，村里传来了消息，说在远处的岛上有一群可怕的妖怪正在骚扰人们，抢夺他们的财物。村民们都非常害怕，商量着要怎么对付这些妖怪。桃太郎听到这些消息后，决定要去打败妖怪，保护村庄。桃太郎向老爷爷和老奶奶说明了自己的决定：我要去打败妖怪，保护村庄。老爷爷和老奶奶虽然担心，但也知道桃太郎心意已决。他们开始为桃太郎准备行装，老奶奶还特地做了许多好吃的团子给他带上。桃太郎带着行装和老奶奶做的团子，告别了老爷爷和老奶奶，踏上了前往妖怪岛的旅程。一路上，他遇到了许多有趣的动物朋友。首先，他遇到了一只狗。桃太郎走在一条蜿蜒的小路上，两旁是茂密的森林，树木高大，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地上，形成斑驳的光影。突然，一只狗从树林里跳出来，挡在桃太郎面前。狗问他要去哪里，桃太郎告诉狗他的使命。狗被桃太郎的勇气感动，
决定跟随桃太郎一起去打败妖怪。桃太郎高兴地接受了狗的帮助，还给狗分了一些团子。狗高兴地吃了团子，觉得力量增加了许多。桃太郎和狗继续走在林间小路上，四周安静而美丽，鸟儿在枝头唱歌。突然，一只猴子从树上跳下来，挡在他们面前。桃太郎感到很惊讶，但他决定上前询问猴子是否愿意一起对付妖怪。猴子听了他们的计划后，也决定加入他们的队伍，帮助桃太郎对付妖怪。桃太郎再次分了一些团子给猴子，猴子吃了之后也觉得力量增强了。草地上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朵，一只雉鸡正在花丛中寻找食物。桃太郎和他的朋友们走过去，雉鸡抬头看见了他们。桃太郎心想，如果能有更多的伙伴，一定能更顺利地打败妖怪。桃太郎上前邀请了雉鸡，雉鸡也决定加入这个勇敢的团队，一起前往妖怪岛。于是，桃太郎、狗、猴子和雉鸡组成了一支强大的队伍，继续向妖怪岛进发。一路上，他们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挑战，但每次都能齐心协力克服。最终，他们到达了妖怪岛，看到了妖怪们的城堡。城堡看起来非常可怕，但桃太郎和他的朋友们毫不畏惧，决定立刻展开行动。桃太郎带领大家悄悄接近妖怪城堡，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，寻找合适的时机进攻。大家都非常紧张，但充满了斗志。他们决定先用团子引诱一些妖怪出来，然后逐个击破。桃太郎把团子放在城堡外，妖怪们闻到了香味，纷纷跑出来抢团子。桃太郎和他的朋友们抓住机会，勇敢地冲上去，开始与妖怪们战斗。狗、猴子和雉鸡各自展现出自己的本领，帮助桃太郎击退了许多妖怪。在战斗中，桃太郎的内心充满了紧张和兴奋，他用尽全力挥动木棒，勇敢地面对每一个妖怪。他感到自己的心跳加速，但他知道自己不能退缩。他看到了朋友们的勇敢，更加坚定了信心，继续奋力战斗。经过一番激战，妖怪们终于被打败了。桃太郎和他的朋友们成功地占领了妖怪的城堡。桃太郎和他的朋友们在城堡里四处搜寻，终于在一间阴暗的房间里找到了妖怪们藏匿的宝藏。房间里堆满了闪闪发光的金银珠宝和各种珍贵的物品。桃太郎心里想着要把这些财物带回村庄，归还给那些受害的村民们。大家一起整理好财物，准备回村。他们带着满满的战利品，踏上了归途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胜利的喜悦。回到村庄后，村民们看到桃太郎他们带回了财物，都非常高兴和感激。桃太郎成了村里的英雄，大家都称赞他的勇敢和智慧。村民们一起庆祝这个胜利的时刻。村民们为桃太郎和他的朋友们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祝宴会，
大家欢声笑语，尽情享受这段幸福的时光。桃太郎感到非常满足，他知道自己的勇敢和努力没有白费。宴会结束后，桃太郎和他的朋友们回到了老爷爷和老奶奶的家中。老爷爷和老奶奶看到桃太郎安全归来，非常骄傲地拥抱了他。桃太郎感到非常幸福，他知道自己有一个温暖的家。虽然经历了很多冒险，但桃太郎始终保持着谦虚和善良的心。他教导村里的孩子们要勇敢、善良和互助，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。孩子们都非常喜欢他，把他当作自己的榜样。今天的故事结束了，小朋友们再见。